我买了4个鸭腿，儿子吃了2个，看到我也拿过1个后，他急得面红耳赤。你怎么不给爸爸留点呢？盘子里不是给留了1个吗？你就不能给爸爸留2个吗？我愣住，所以在他看来，我亲手买来亲手煮熟的鸭腿，我是没有资格吃的。我一时不敢相信自己亲手带大的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一共有4个，你吃了2个，我吃1个，给爸爸留了1个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呢？讲什么？你吃之前要跟我讲的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吃了？我就吃个鸭腿，还要提前问问你的意见。不要转移话题，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不给爸爸留？留了呀，这不还有1个吗？你为什么不给他留2个？那你觉得妈妈是连1个鸭腿都不能吃吗？爸爸每天上班那么辛苦，当然应该多吃个鸭腿。你随便吃点别的不就好了，干嘛要跟他抢？那妈妈就不辛苦吗？妈妈每天也要上班，要做家务，还要照顾你，妈妈难道就不辛苦，就不配吃1个鸭腿？好了好了，你跟个孩子计较那么多干什么？他这么小能知道什么？就是跟你闹着玩的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碎了。每次下了班，我都火急火燎地往菜市场赶，挑最新鲜最贵的买，生怕吃了不新鲜的影响儿子健康。买完又赶紧往回赶，赶在他放学回家之前将饭菜端上桌，唯恐他饿着肚子。每天早上，他要穿的干净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边。爸爸，工作加油！他只看见他的爸爸在早出晚归的上班。妈妈也很辛苦，也很累的啊。你每个月就挣那么点钱，你有什么好辛苦的？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他最辛苦啦。老板，别跟孩子一般见识。他工作清闲，工资其实远没有我的高。我们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，老公？你说呗。我工资没你高，但是我想在孩子面前树立一个高大的形象，可不可是我的工资比你高呀？可以啊，老公。所以他在孩子面前谎报自己的收入，又把我的报低很多。我想着都是为了孩子好。都别吃了！林婉，你疯了！我再不疯，以后在家怕是连口饭都不配吃了。母老虎，他们私下是这样称呼我的。这样说妈妈呢？他刚生下来时体弱多病，隔3差5就要往医院跑。陈明总借口要加班，不肯陪我们母子去医院，经常是我一个人大半夜的带着他去医院输液。我母乳不够，就想方设法研究各种辅食，只想着把他的身体养得壮壮的。现在他也的确很壮了，一下就能把我推倒在沙发上。身体不疼，但是心脏却像被狠狠扎了一下。从小养到大的儿子居然这样对我，我捂着胸口回到了卧室。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陈明是在儿子开始认人的时候不再经常加班的，他下班早，每天带着各种小玩具陪儿子疯玩到我做好饭。好了好了，快去吃饭，要不妈妈要生气发火了。我当时觉得很幸福，觉得他愿意陪孩子玩，是个顾家的好男人。可仔细想想，为什么每次制止孩子的时候都要拿我来做恶人呢？快吃，不然妈妈要生气了。别闹了，一会儿妈妈该不高兴了。还玩？等你妈妈来收拾你呢。不行，妈妈不让吃。哦，妈妈不让去，妈妈来揍你喽。我从没打过他，吼过他，可所有的恶意，所有的不愉快后边都紧跟着妈妈。而爸爸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舒舒服服的做个好人。很快陈明来劝我了，每次我跟孩子吵架都是他两头劝。你妈就这个脾气，女人都这样，你让让她，孩子都是有口无心的，我们才要好好教育嘛。我心疼儿子，在听着陈明说的，总觉得是自己没有教好他，于是更加愧疚了，然后就自我反思，主动找儿子和好。时间久了，他们似乎默认了这个流程，而陈明又如之前一样，开始喋喋不休地说那些陈词滥调。以前我只顾着生闷气，根本无暇关注到他，可这次我静静地盯着他，居然从他眼里看到了兴奋，还有莫名的快意。他在开心，儿子为了他甚至不惜对我动手，而他却以此为傲，以此为乐。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？他说的嘴角都泛白沫了，都是对我的各种道德绑架。他好像在借此炫耀儿子同他亲近，可这炫耀里却又隐藏着一丝嫉妒。我不明白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的工资都花在了他们父子俩还有这个家上，他在嫉妒什么？况且当初是他吃不了苦受不了累，主动选择了清闲低薪的工作。儿子等了很久都没等到我去哄他，开始大发雷霆。陈明瞥了一眼我的脸色，赶紧冲到儿子身前当好人。快跟妈妈道歉，道歉妈妈就不怪你了。这是我熬了几个月做项目，得了奖金才舍得奖励自己的。他挣那么点钱，还有脸让你给他买这么贵的包？老爸，你就是太宠他了。
这是你买的？我们的事儿别牵扯到孩子，他还小。爸爸，跟他离婚吧！胡说什么呢？爸爸妈妈怎么可能会分开呢？林婉，你是当妈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？看把家里弄得像什么样子！你说这个包是你买的？不就是一个包，你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？我第一次感觉到他的虚伪。说得好，不就是一个包？那你重新给我买一个吧。哼，买就买，又不是没给你买过东西。对，确实给我买过。母亲节的围裙，妇女节的洗衣粉，还有生日送的电饭煲。不就是想要礼物吗？这就给你买还不行？有必要这么不依不饶的吗？林婉，你怎么这么败家？你花着爸爸的钱给自己买包买化妆品，却连一个鸭腿都舍不得给爸爸留，你怎么好意思的？我直接一巴掌甩了过去。这是我第一次动手打他。儿子没有反应过来，呆呆地看着我，想要用头撞我，闪开，一头磕在柜子上。今天到底发什么神经？非要闹得鸡犬不宁？不就是因为一个鸭腿吗？我和儿子都不吃了，都让给你行不行？他轻哼一声，似乎在等我服软认错。光顾着打孩子，忘了打你了。你居然打我！我升职了，谈合作的时候需要一点撑场面的东西，所以省吃俭用很久才狠下心买了这个包。我用得很小心，现在却被儿子划得乱七八糟。离婚吧，小孩子其实是很会看大人眼色的。陈明对儿子的默许纵容和他对我玩笑式的奚落打压，无一不是在向儿子展示我的家庭地位最低，是可以随意对待的，所以他会觉得很多东西我都不配有。儿子变成这样，跟他的引导脱不了干系。老婆，我们就是跟你闹着玩的，你别当真，别提离婚影响孩子。以往只要提孩子我就会妥协，可现在不会了。这不就是我们的好儿子提出来的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上纲上线。跟他离婚，看他离开这家后吃什么？是啊，到时候没了我这个拖累，你们爷俩肯定过得风生水起。我们肯定会的。儿子不清楚，他可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家里所有东西都是我买的，每月的支出也是我负责，他的工资只用作自己零花。次日早起，家里已经被陈明打扫干净了，餐桌上也放好了早餐。老婆，吃早餐了。我愣了一下，上次他这么勤快还是在我怀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运气不错，找了个体贴的好老公。可等孩子生下来，他就再也没进过厨房，也再没收拾过家务。我吃早餐的时候，一旁的儿子满脸怨气地盯着我。你一个女人家让爸爸一个大男人做家务，害不害臊？到时候给外人知道了，要骂爸爸是耙耳朵的。而且这些都是你的事情，不要老麻烦爸爸帮你。他就算宠你，你也不能这么心安理得，起码说声谢谢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你以后能不能消停点，别作了，让爸爸少操点心吧。我看着这个养了10年的儿子，心里一阵阵发寒。他难道没有一点点共情生养他的母亲？不过是收拾了一次家务，做了一顿早餐，就让他心疼成这样。那我呢？我给他做了10年的饭，衣食住行样样周到，他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心疼一下我？吃完饭，我从房间里拎出来行李箱。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离婚的事儿，我是认真的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，我不跟你离婚。老爸，让他走！你长得这么帅，又温柔又体贴，还能挣钱，离了他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着呢？让他走，他走了就知道在咱家有多享福了，他等着后悔去吧。确实也就脸还看得过去，至于温柔体贴，我拎着行李箱果断出了门。门关上的一瞬间，儿子还在跟他爸爸喋喋不休地说着跟我离婚的好处，而陈明脸上尽是茫然。我第一时间解绑了他的银行卡，以前我每月定时往卡里赚钱，让他去还房贷、车贷、支付水电、煤气、宽带和各种乱七八糟的支出。儿子不是说了，是他亲爱的爸爸一直在辛苦养家吗？那就让他养吧。当初为了儿子上学，我们咬牙买了学区房，如今每月房贷几乎赶上了他的工资，我倒要看看他要怎么养。我拎着行李箱去租了个离公司近的大平层，不是说我自私吗？那我就得真的对自己好一点，以前舍不得买舍不得用的通通拿下，谁知道买了一大堆，一个月的工资竟然还剩好多钱。以前不但要负责家用，负责儿子的补课班、兴趣班，还有全家人的衣服鞋子，各种计划外的开销，每天都要精打细算。虽然收入还可以，但日子却过得紧巴巴的。谁知道我一个人这么奢侈的过，居然还能有余钱。可惜我才悠哉了1个星期，就开始收到父母和亲戚们的疯狂呼叫。陈明说你因为一个鸭腿跟他吃醋怄气，还闹到离家出走了。林婉，你都多大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任性？我回去的时候家里还算整洁。陈明热切的要来拉我，被我避开。我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递给他。陈明，你都多大人了，还搞找家长告状这一套，幼不幼稚？早点签了，
咱们也算好聚好散。儿子正趴在餐桌上吃泡面，闻言立刻表态道：“我不跟你，我要跟着爸爸。”我笑了，欣然点头：“没问题，我也没打算要你的抚养权。”似乎答案有些出乎他的意料，他愣了一会，别扭地转过身，没再吭声。或许在他的设想里，我应该是个虽然一无所有，但痛哭流涕非要留在他身边的可怜母亲。我不耐烦地催了催陈明，他木着脸将协议书捏在手里。不过出去了1个星期，现在连在家里多待一会儿也不愿意了。林婉，你喜新厌旧的这么快吗？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这个人怎么总爱把错归到别人身上？我环视了一下屋里，目光刚停留在餐桌上的泡面桶，儿子连忙道：“是我爸爸太忙了，才没有时间做饭的。”我轻笑一声：“你可真是你爸的乖儿子呢。工作太忙，可真是会给他找理由呢。我还记得有次周末，我加班熬了1个通宵，实在没力气做饭了，给儿子吃了自热米饭，被陈明抱怨了半个多小时。你怎么给人当妈的？怎么能给儿子吃垃圾食品呢？”这话一出，原本吃得香喷喷的儿子瞬间感觉委屈了。与此同时，他心中的慈父形象更高大了。我困得睁不开眼。要不你去给儿子做点饭吧。他一下子沉默了，然后拉着儿子出了门。今天妈妈偷懒不想做饭，允许我们放纵一下，爸爸带你去吃肯德基好不好？儿子欢呼着跟上他。爸爸万岁！我当时累得没力气思考，现在想来，估计是他不想吃自热米饭，想以孩子为借口逼我去做饭，没想到没得逞，才带孩子出去吃。怎么现在轮到他自己了，标准就完全不一样了呢？没一会儿，陈明的真实面目就露了出来。老婆，我们马上要还下个月的房贷了，你能不能给我转点钱？儿子吃了一惊，爸爸，他哪有钱啊？我头一回感受到了儿子的贴心，点头道：对呀，我哪有钱啊？我1个月挣的还不如您的零头多呢，儿子你说是吧？儿子点点头，那肯定。爸，陈明急地挠了挠头发，低声哀求道：老婆，求你了，不然就逾期了。儿子疑惑地看着他，眼中满是不解。我抬手向他展示了我新买的包、衣服、手链、项链，以及脸上涂的化妆品和新做的头发。我真没钱了。钱换了一种方式，以另一种令人精神愉悦的形态重新回到了我身边。他这才注意到我的变化，眼睛瞪大，不可置信道：林婉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败家了？你买这么贵的东西，咱们家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你怎么变得这么物质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耸耸肩，不过了啊，所以来找你离婚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让儿子先进房间。爸妈有事要谈。儿子虽然不愿意，但还是听他的话，乖乖进去了。门关上后，他对我眨眨眼睛，摆出一副宠溺深情的样子。老婆，我们不闹了好不好？他长得还不错，我以前最吃这一套。他只要这样一哄我就不生气了。可现在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突然觉得十分油腻，我忍不住笑了。陈明，你如今几岁了？他眼里闪过几分无措，愣愣地看着我。我笑着将协议书再次放到他脸前。你岁数大了，这招不好使了，快点签，这样咱们还有的谈，要不然就只能法院见了。不知道是哪句话刺激到了他，他愤怒地将离婚协议撕了个粉碎，拍着桌子怒吼道：林婉，你够了，不就是因为儿子要给我留个鸭腿，你吃醋了吗？你多大人了，不要任性了好不好？你出去打听打听，谁家会因为吃孩子的醋就闹到离婚的？说出去都丢人。我冷哼一声，是不是因为鸭腿你心里清楚得很？再说，除了你，谁会往外说？那些亲戚朋友们不都是你一个个打的电话？他理亏，没反驳，憋了半天道：总之，我不同意离婚，除非你的财产分给我80%。哼，狗男人，就知道他是为了钱。我佯装惊讶地看着他。哦，可是我哪里来的钱呢？我只是个好吃懒做，每个月只挣一点点钱，需要靠着你来养的窝囊废啊。他脸色涨得通红。林婉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笑道，又没说你不要急着对号入座吗？他深吸几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这样，他拿着纸笔比划着，房子归我，但房贷要你来还。除此之外，每个月把你的1半工资拿来作为我们俩的生活费。我一口水喷到他脸上。凭什么？他无耻地笑了笑，眼中带着不再遮掩的恨意。谁让你挣得多呢？你挣得多就得多给我一点，我还要养儿子呢。你别忘了，那也是你的儿子。你要是不给，他就别想吃好的穿好的。哎，你也别生气，我要房子也都是为了儿子着想啊。没办法啊，他一定要跟着我呢。那我不能不给他上学吧，也不能随便上个水平一般的学校吧。你肯定也舍不得，所以啊，这学区房得归我，养他的钱也得你来出，另外再付给我照顾他的费用，这很合理吧？如此无耻的嘴脸让人恶心的想吐。房子的首付是我卖了婚前的房子，又找父母东拼西凑的，他哪里来的脸霸占，还恬不知耻的叫我给他还贷款，简直疯了！一场谈判不欢而散。临走前，我下意识扫了一眼儿子的房门，发现门不知什么时候开了一道缝。我回了趟父母家，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他们沉默了很久，跟我说：想离就离吧，我们支持你。这小子确实不是个东西，原本图他老实本分，谁能想到是这样的人？明明是同一件事，在他嘴里居然就能完全掉个个儿。好家伙，得害我闺女吃多少哑巴亏呢？那小子的崽子也被他教坏了，
咱2个都不要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原本以为他们会阻拦我。母亲看我一眼，不就是离个婚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又不是旧社会。父亲边喝茶边跟了一句：旧社会也有旧社会的法子，一包耗子药下去就成丧偶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母亲捶了一拳。胡说啥呢？父亲嘿嘿笑着，把洗好的水果端了过来。他先挑了个最大最红的草莓放到母亲手里，才把剩下的往我这里推。快尝尝，我一大早去菜市场买的，你妈最爱吃这个了。我捏着鲜红饱满的草莓，突然笑了。对了，这样才是正常的。只有爸爸真心的尊重、爱护妈妈，孩子才会学着一起爱妈妈。我之前总想着一家人应该不要太过计较，陈明工资低，自尊心却高，只要我多赚钱，多付出一些就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现在看来，真是大错特错。他没有那颗真心，根本不值得我付出。我多待了会儿，细细观察着父母的互动，以前习以为常的小事，却是爱情历久弥新的证明。原来满分答卷一直在我身边。离开前，母亲给我带了一大堆自己包的饺子，放冰箱里，你工作忙的时候下水一煮就成。亲戚们那边，我和你爸会跟他们解释，不会再让他们打扰你了。你安心工作，累了就回来，妈给你做好吃的。我忍不住抱着他的腰撒娇，妈，你真好。他笑着轻轻敲敲我的头，妈不疼你疼谁呢？我吸吸鼻子，我以为你和爸会劝我，为了孩子不要离婚。他轻叹一声，傻孩子，我们就算对那父子俩好，也是因为你的缘故啊，爱屋及乌。现在他们让你痛苦了，那我们就离开他们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要知道，婚姻和孩子只占你人生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全部。回去之后，我一门心思投入了工作里，把那堆糟心事彻底抛在了脑后。神奇的是，自从不用再操心买菜做饭、孩子的功课、补习，我突然感觉轻松了很多，工作起来简直事半功倍。领导对我夸了又夸，然后试探性地问我愿不愿意出差。我没有一丝犹豫，当然。他惊讶地看着我，以前你坚决不会答应出差的，说孩子离开你不行。我笑笑，是我高估了自己在他心里的地位。他离不开的是他爸爸才对。领导见状没再多问，好好干，回来等着升职加薪。我心中刚升起的一抹酸涩瞬间被抚平了。钱好啊，他才是永远不会背叛我的。出差没几天，我接到了儿子的电话，接通后他一直不出声，我喂了几声后准备挂断，他赶紧开口：妈妈，是我。哦，有什么事吗？他吞吞吐吐道：爸爸他停了我的辅导班，还让老师把下学期的费用都退了回来。我看了看，正到了还房贷的日期，我不给他钱，他只能从别处想办法了。儿子还在那边细数都停了哪些课，我打断他：那可能是他想要亲自辅导你吧。话说出口后，对面愣了一下，我也忍不住笑了。他长这么大，陈明连他的书都没有翻过，一到做作业的时候，他就将儿子推到我身边。妈妈最会辅导作业啦。我有时候累，想让他帮儿子批改一下作业，他要么说忙说累，要么撒娇卖好道。老婆，你知道的，孩子最听你的，我说的他不听。可每次等我气到不行，提高音量给儿子讲题的时候，他又会突然窜出来当好人。好了，先让孩子休息一会儿吧。时间长了，孩子就觉得自己的母亲脾气暴躁，而父亲却温柔体贴。没多久，他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这次嘴巴甜了一点，说他有点想我，问我现在过得怎么样。我正在5星级酒店的行政套房里泡浴，闻言嗤笑道：我一个挣不到什么钱的拖累，离开你亲爱的爸爸，当然过得苦不堪言了。他顿了一会，突然放软了语气：没关系的，妈妈，你回来吧，我去劝劝爸爸，让他同意你回来好不好？爸爸其实也很想你的，他愿意原谅你，等你回来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。我冷笑一声，彻底断了对他的念想。那天门缝开着，他明明已经察觉了陈明是有问题的，可他却装作不知道，来哄我重新回去给他们父子俩当牛做马。他始终不觉得我也是一个需要尊重的人，他和他爸一样，只在乎利益。我放下手机，不用了，我就不回去耽误你们父子俩吃香的喝辣的了。他有些急，没事的，妈妈，你回来吧。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白眼狼的孩子让人烦躁，金钱买来的泡浴却让人身心舒畅。人坏钱好。出差回去时，家门口蹲了个脏兮兮的小孩，毕竟带了他10年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可我没理他，挥手让他离开。小孩，你走错门了。他哇哇哭着朝我冲过来，妈妈，是我啊，你不认识我了。我闪身躲开，他扑了个空，泪汪汪地看着我。妈妈，我好饿。我轻笑道：怎么，你爸爸没给你做大餐啊？他咬着嘴唇，终于开始说实话。爸爸每天都让我吃泡面，我都快吃吐了。他不给我洗衣服，同学们嫌我脏，都不跟我玩了。我的辅导班被他停了，我不会的题也没人教我，老师讲新课我都听不懂，家里又乱又臭，他也不管。后来泡面吃完了，我想让他带我吃肯德基，他说没钱，还打了我一巴掌，说我是个吃白食的。他抱着我的手臂不松开，呜，我不要爸爸了，妈妈，我要跟你一起住。我赶紧甩开，别，我这个没用的母老虎可不配。你不是说了，你爸样样都好，让他再给你找个新妈妈吧。他哭得满脸鼻涕眼泪，手一抹，
脏兮兮的笑脸上划出几道白印子。楼道里邻居来来往往，一直盯着看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先让他进了门。这是你的毛巾，这边是热水，乖乖洗澡，别的东西不要动，听见了吗？他扁着嘴，委屈地点了点头。以前他洗澡都要我哄的才肯去的。我整理好东西后，有些饿了，就做了2个菜。饭菜刚端上桌，他就两眼放光的冲了过来，好香！我用手臂挡住，我说给你吃了吗？他愣住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妈妈，我把菜移到自己面前，已经给你爸爸打电话了，他一会儿就过来接你。他着急地跺了跺脚，我不回去，我要跟你一起住。我夹了筷子菜，淡淡看他一眼，你问过我了吗？他不理解，什么？我笑了，你要跟我住，你问过我同意了吗？还有，我把他握住饭碗的手拿开，你要吃我做的饭，有经过我同意吗？他哭丧着脸，妈妈，我错了。我摇摇头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想让我继续无怨无悔的给你当牛做马。他急得直摆手，没有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妈妈。我把饭菜剥出一小部分递给他，吃吧，这个是经过我允许给你吃的。他开心地抱住碗，开始狼吞虎咽。妈妈，我好久都没有吃过正常的饭菜了，你消气了，就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冷眼看着他，是你爸把你送过来的吧？他吃饭的动作一顿，嗫嚅道，没有，是我自己。我轻哼一声，这么远的距离，我不相信一个小孩子能自己过来，并且这么精准地找到门牌号。苦肉计吗？用孩子让我心软妥协，是他的一贯作风。儿子很快把饭扒了个干净，他小心地看了看我的脸色，妈妈，爸爸这次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呢？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突然道，我跟他争吵那天，你其实在屋里都听到了吧？他一愣，极快地摇了摇头，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听到。我轻笑一声，失望地看着他，那天我看见你的门缝是开着的。他惊愕地张着嘴，眼里是来不及掩饰的慌乱。陈明带他走的时候，他还在试图狡辩，妈妈，是因为我把鸭腿给爸爸你才生气的，是不是？下次不，以后我都给你好不好？你就跟我们回去吧，我求你了。被拒绝后，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倔？就不能为了我牺牲一下自己吗？我知道是你比爸爸厉害，是你在养家还不行吗？我被气笑了，他果然知道，可他知道后却仍然选择站在陈明那边，试图让我继续任劳任怨的牺牲，这才最令人心寒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仰头看向陈明，眼里闪着泪花。爸爸是个男人，需要自尊心，需要脸面，他不是故意骗我的，他只是太想做一个好父亲了。妈妈，爸爸其实很可怜的，他心里压力很大的，他怕当不好我的爸爸，才不得不这样做的。你就原谅他这次吧，我以后帮你监督他，再让他改了好不好？事已至此，他居然还在心疼他，什么嗲子文学，我没有办法理解，于是忍着恶心赶走了他们。陈明的追妻计划又上演了好几次，用孩子，用自己装可怜，希望我心软，我没接受。他就大肆宣扬我因为一个鸭腿要跟他闹离婚的事，想诋毁我的名誉，还自己录了视频放到网上博同情，想借舆论的压力逼我回去。可惜聪明的网友们很快从他的话里找出了漏洞，愣是将事实拼凑了出来，大家对他疯狂嘲讽，他只能灰溜溜地把视频删了。除此之外，他也没别的招了。又耗了几个月，他实在扛不住房贷的压力了，找到我，只要你还房贷，不要你的工资了。我笑着摇摇头，那不行，首付我付的，房贷我还的，凭什么给他？不就是耗吗？反正我有钱有工作，耗得起。他咬咬牙，儿子给你，房子给我。一旁的儿子呆住了，他引以为傲的亲爹居然要舍弃他了。爸爸，陈明不耐烦地瞪他一眼，叫什么叫？养你有什么用？天天就知道花钱，赔钱玩意儿。他被迫委屈地看向我，我赶紧摆手，别，不想养白眼狼了，万一哪天我被吃了都不知道。我可太清楚了，他想要的可不是我，是我的钱，还有我的保姆式服务。后来陈明妥协了，说房子一人一半，我没同意，然后降到46分、37分、28，行了吧？我笑眯眯道，成交。逼急了容易狗急跳墙，就当打发叫花子了。拿到离婚证那天，陈明颓然地垂下了肩膀，像是老了好几岁。他说，林婉，你真狠心啊，没办法，我就活这一次，也想活得舒服些。后来他带着儿子搬去了出租房，经过生活的漫长磨砺，儿子对他的崇敬和如沐之情渐渐消弭在日常活的琐碎中。没有了我这个保姆，有我舒适的活没有了，也没有可以推卸责任转一顿的挡箭牌了。陈明嫌弃养儿子费钱，责骂他窝囊废，钱赚不来，家里的活也全都堆给我，要你有什么？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爹？早知道我就不跟着你了。他开始怨恨陈明，都是你害得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可他忘记了，他曾经拥有的都是我给的。陈明本就没有付出多少，他也曾跑来找我，我看着他谈到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可你从来没有选过我，哪怕次。我向他展示了转账记录，不过毕竟子场，你成年之前，我每个月都会付给你活费。他愣了愣，怒冲冲地去找陈明算账，我的抚养费都被你挥霍掉了。陈明跟着我，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，可由俭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他改不掉了，俩的生活平直线下降。而我升职加薪，买了原来更大更好的房，
父母会偶尔过来小住，家和和美美。拿到离婚证那天，我重新煮了一盘鸭腿，还是跟之前一样的味道，不过还是个人吃更香。拿到离婚证的傍晚，我拎着4个刚挑好的酱鸭腿回了新家，那是我升职后全款拿下的江景房，客厅落地窗能揽下整片落日，冰箱里塞满了我爱吃的水果，再也不用优先考量谁的口味、谁的营养，这里的每一寸空间都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。锅里的鸭腿咕嘟咕嘟冒着泡，酱香混着肉香飘满屋子。我靠在门框上看着翻滚的汤汁，忽然笑了。上一次煮鸭腿，我掀翻了饭桌，满心都是被至亲背叛的寒意。而这一次，屋子安安静静，只有肉香和晚风，没有指责，没有算计，没有理所当然的索取，更没有那句扎得我心口淌血的你怎么不给爸爸留2个。离婚后的日子过得比我想象中顺遂太多。之前的10年，我的时间被拆成了无数细碎的碎片，要掐着下班点算好买菜的时间，要熬夜给儿子陈阳辅导作业，要在收拾完家务后几半小时处理未完成的工作。我永远在焦虑，永远在妥协，永远在为别人的情绪兜底，把自己活成了这个家的免费保姆、提款机，还有父子俩慈父孝子剧本里的反派恶人。而现在，我的时间、精力、收入全都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，不用再为了照顾陈明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藏起工资条，不用在加班到深夜时还惦记着家里有没有人留饭，不用在辅导作业气到发抖时被人跳出来当好人踩一脚，坐实我脾气暴躁的母老虎的名头。我把所有耗在家庭内耗里的精力全都扑在了工作上。之前搁置2年的区域合作项目，我带着团队连轴转3个月，啃下硬骨头，拿下了行业标杆奖项，年底直接被提拔为分公司副总，薪资翻了近1倍。同事们都笑说我离了婚像开了挂，只有我自己清楚，我只是把本该属于自己的光芒从柴米油盐的尘埃里捡了回来。陈明用10年给我上了最狠的一课，你退一步，别人就会进10步，你把自己放低到尘埃里，别人只会觉得你连尘埃都不如，连光明正大吃一个鸭腿的资格都没有。周末爸妈会过来小住，妈妈带着我包她最拿手的白菜猪肉饺子，爸爸就在厨房打下手，洗草莓时永远先挑最大最甜的递给妈妈，再把剩下的端到我面前。有一次妈妈擀着饺子皮，忽然抬头看着我笑，婉婉，你现在笑起来眼里有光了。我对着厨房的反光玻璃看了看自己，确实如此。之前的我眼里永远带着化不开的疲惫和委屈，眉头常年皱着，连笑都带着勉强。而现在我眉眼舒展，连说话的语气都透着轻快。原来不用讨好任何人，不用为了谁委曲求全，先好好爱自己，是这么轻松踏实的一件事。我偶尔会从之前小区的邻居嘴里听到陈明和陈阳的消息，每一次听都只觉得庆幸。离婚时那套学区房最终按2/8分了产权，我留了房子，按市价把2成折价款38万一次性打给了他。我以为这笔钱够他带着儿子安稳过2-3年，可没想到不到半年就被他造得一干二净。他先是租了精装2居室，给陈阳买了最新款游戏机，给自己换了顶配手机，又跟朋友出去旅游了一趟，完全忘了自己每个月只有6000多的死工资，要付房租、养儿子。等他反应过来卡里只剩不到3万块时，早已无力回天。他慌慌张张退了精装房，带着陈阳搬去了老城区不梯6楼的出租屋，没有电梯，下落雨冬透风，房租1个月1200。紧接着，他停掉了陈阳所有的课外辅导班，连学校的午餐费都开始拖欠。之前被我养得白白净净，永远穿得整整齐齐的小男孩，不到半年就变得邋里邋遢，校服永远沾着油渍，头发油乎乎的打绺，脸上再也没有了之前趾高气扬的样子，连眼神都变得怯生生的。父子俩之间的滤镜也在日复一日的鸡飞狗跳里碎得彻彻底底。之前在陈阳心里，陈明是无所不能的家里顶梁柱，是温柔体贴的好爸爸。可当虚假的光环褪去，剩下的只有不堪。陈明不会做饭，之前10年连厨房都没进过几次，现在只能天天给陈阳煮泡面，偶尔煮个白粥都能糊锅。他不会洗衣服，陈阳的校服穿半个月都不洗，被同学笑话身上有味道，回家跟他吵架，他只会抬手就打，骂陈阳是多赔钱货。他更不会辅导作业，陈阳的成绩从班级前10掉到倒数，老师天天打电话找家长，他接了电话转头就把气撒在孩子身上，从来没想过自己有半分责任。有一次楼下邻居碰到陈阳蹲在小卖部门口哭，说爸爸又打他了，就因为他想吃一顿肯德基。陈明说没钱，还骂他跟他妈妈一样是个好吃懒做的败家子。邻居看着心疼，给孩子买了个汉堡，他狼吞虎咽吃完，第一句话就问：阿姨，你知道我妈妈住在哪里吗？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正在开项目会，手里的笔顿了一下，心里没有半分波澜，连一丝心软都没有。他想找的从来不是我这个妈妈，而是那个能给他洗衣做饭，给他报满辅导班，给他无限度包容和付出的免费保姆。他从来没有真正觉得自己错了，只是觉得现在的日子太苦了，想回到之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而已。果然没过几天，他就找到了我的公司楼下。那天我刚开完会下楼，就看到脏兮兮的陈阳蹲在大厅门口，看见我出来就猛地冲过来，死死拽着我的衣角掉眼泪。妈妈，我错了，你带我回家好不好？我再也不跟爸爸一起了，我想跟你住。我轻轻拨开他的手，语气平静。陈阳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你要跟我住，要经过我的同意。现在我不同意。他一下子急了，眼泪掉得更凶。
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说你挣得少，不该说你不配吃鸭腿，不该跟爸爸一起骂你母老虎，我都改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周围有下班的同事路过，纷纷侧目，我没有像以前一样怕人看笑话，只是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问，你说你错了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到底错在哪里了？他愣住了，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只是翻来覆去重复着我不该惹你生气。我笑了笑站起身，你不是错在惹我生气，是错在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错在明明知道真相，却还是选择站在伤害我的人那边，错在觉得妈妈就活该为你当牛做马，连一个鸭腿都不配光明正大的吃。你现在来找我，不是因为你知道错了，是因为你爸爸给不了你之前的生活了，你想回来继续让我伺候你，对不对？他的脸一下子白了，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就在这时，陈明也跑了过来，半年不见，他老了好多，鬓角白了一半，之前打理的一丝不苟的发型乱糟糟的，身上的衬衫皱巴巴的，再也没有了之前在孩子面前装出来的高大伟岸。看见我，他立刻堆起油腻的讨好笑容，搓着手凑过来，婉婉，你看孩子都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，孩子还小，你当妈的总不能真的不管他吧？我看着他只觉得无比可笑，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打断了他，陈明，我们离婚从来不是因为一个鸭腿，是因为这10年里你把我当免费保姆，当你塑造好爸爸形象的垫脚石，当你的专属提款机。现在你没钱了，没人给你当保姆了，就想起来我的好了。晚了。我顿了顿，语气冷了下来。还有陈阳的抚养费，我每个月都按时打到卡里，1分没少。至于其他的，我没有义务再管你们父子俩的死活，以后不要再来我公司楼下闹，不然我直接报警。说完我转身就上了车，没有再看他们一眼。后视镜里，陈阳蹲在地上哭，陈明站在一旁脸色铁青，眼里满是藏不住的怨毒。我知道以他的性子绝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果然没过多久，他就又开始作妖，说我抛夫弃子，为了一口吃的跟他离婚，现在发达了就不认亲生儿子，把自己塑造成被妻子嫌弃，带着儿子艰难度日的可怜男人。可他没想到，上次的事情网友们还记着，视频刚发2条就被认了出来，评论区全是嘲讽。不到3天，他只能灰溜溜的删掉视频，注销了账号。可他还是不死心，甚至动了歪心思。他开始借网贷拆东墙补西墙，不到3个月就欠了10几万外债。催收电话打到了他的公司，公司知道了他的烂事，直接把他开除了。没了工作，没了收入，催收的人天天堵在出租屋门口，他走投无路，竟然带着催收的人找到了我的新家。那天我刚跟爸妈吃完饭，门铃突然响了，我从猫眼里一看，外面站着陈明，还有3个凶神恶煞的男人。我立刻报了警，然后打开门，隔着防盗链看着他。他看见我眼睛都红了，隔着门嘶吼，林婉，你必须帮我还钱，不然我今天就死在你家门口，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跟我离婚，我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我靠在门上，语气平静，陈明，你欠的钱跟我1分钱关系都没有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的债务是你自己的，我没有义务帮你还。还有，你带着人私闯民宅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他身后的催收人员听见报警2个字，脸色瞬间变了，骂了陈明一句，转身就走，只剩下陈明一个人瘫坐在门口，像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。警察来的时候，他还在门口哭，最终被带走训诫了一顿。临走前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算计和得意，只剩下彻头彻尾的绝望。从那之后，他再也没来找过我。后来我听说，他为了躲债，带着陈阳回了老家县城，找了个小区保安的工作，1个月3000多块。父子俩挤在老家漏雨的老房子里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陈阳转去了县城的小学，成绩一落千丈，天天跟陈明吵架，一见面就互相指责谩骂。陈阳骂陈明没本事，骗了他这么多年，毁了他的日子。陈明骂陈阳是赔钱货，早知道当初就不该要他。那年春节，我带着爸妈去海南过年，30晚上，我们在酒店的海景房里煮了一大锅酱鸭腿，还有妈妈包的白菜猪肉饺子。爸爸开了一瓶红酒，我们一家3口看着窗外漫天炸开的烟花，轻轻碰了杯。妈妈给我夹了锅里最大的那个鸭腿，笑着说，快吃，咱们晚晚配吃这世上最好的东西。我咬了一口鸭腿，酱香浓郁，肉质软烂，还是跟10年前一模一样的味道。可这一次我吃得心安理得，吃得满心欢喜。我终于明白，女人这一辈子最不该做的，就是为了所谓的家庭，所谓的孩子，把自己弄丢了。你首先是你自己，然后才是妻子，是妈妈。你连自己都不爱，又怎么能指望别人来珍惜你？你连自己光明正大吃一个鸭腿的权利都要让出去，别人只会变本加厉，觉得你连一口热饭都不配吃。窗外的烟花又一次炸开，金色的光铺满了整片海面。我看着身边笑得眉眼弯弯的爸妈，咬着鸭腿，忍不住弯起了嘴角。是啊，一个人吃鸭腿真的更香。